宏伟的宏大的梦想。所以我最开始就是想采取，因为这个书用的也是第一人称，想用李样的这么一种视角，然后从他最初的梦想不是上天，而是守家，找到一种最真实、最普通的视角，然后让读者能够跟着他一步一步的从椰林再走向星辰。所以在小说的开篇，我用了一种比较笨的方法，就是我是一种比较娓娓道来、节奏很慢的方式，去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他的生活，包括文昌的人间烟火气，他在茶楼兼职的时候那些生活，和哥哥之间的这种互怼呀、嬉笑怒骂呀，对于美食单纯的热爱。我想让读者呢，就是先爱上这个女孩和她充满暖色调的平凡世界，因为只有在读者跟这个女生产生了情感的链接和共鸣之后，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尤其是当后面那些未来的风暴，比如说父亲的失踪，比如说来自未来的神秘信号，还有他不得不做出的这种艰难的抉择，甚至于他成为了一个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女航天员，就这些故事波折、风暴、成长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个它的转变才是具有一种催人心魄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跟他发生了一种共鸣，我们可能带入他，也有可能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个闺蜜、一个朋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一定让我下一个就对这一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觉得本土性呢可能是本质上是情感的坐标。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诚实，就是他要求我们写底下的这些具体的风啊，具体的就是我当时刚到海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备忘录里写了很多朋友圈文啊，也是一条违反，什么风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包括我说哎呀这个吹的就是头疼。但是我们真的唯有感受了、经历了之后，你笔下的那些风啊，就真的它是有风的灵性的、风的温度的。所以说我觉得首先是我的情感上，我爱上了海南的风、海南的海。所以说我在写它的时候，我笔下那些具体的味道、具体的人情纽带，包括一些什么祖上的迁居的故事，我才能写得不空不假。就是才能够写出它就是那个土地特有的湿度和温度。包括当时我还专门的通过跟他们聊天，我就是去记他们嘴里的那些方言词汇，比如说他们说我很生气，可能说我很气恼，就是很多很多这样子，你能发现，包括礼拜六或者星期六，他们会说拜六，就是把那个礼省去。这些可能你去网上搜，当然现在有 DeepSeek， 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 DeepSeek 严谨度怎么样，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永远都不如亲自去当场，你的那种自信嘛，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种自信，就是你亲口听他们每天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耳濡目染所写出来的。我觉得用这份家乡味儿，或者说泥土的乡土的味道，去对抗那种航天带给我们的陌生感，带给我们的压力，是一种可能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能够体现中国航天人这种真实的精神世界。包括航天人他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有很多家长里短，这些都是可以捕捉的这种人性的光辉。然后就说到这个人，这种航天人的世界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个章节，第二幕攀登。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主要讲怎么搭建可信的理性梯，也就是宇宙性的确立是怎么来的。这个环节可能是比较难的，而且呢，也可能是科幻题材的一个更难的一个点。就先调查一下，就是在座，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出于对文学的喜欢，还是说就是科幻迷，或者说就比较喜欢科幻的平时的这个读者呀，包括想创作科幻小说的。好像我看到就是有那么几位男同学就是跃跃欲试，然后那个手举起来又摸摸头发。好吧，我大概懂了，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可能还是会有点小敬畏，就是敬畏心特别好，会觉得这个题材是不是有点难度，有点疏离。那今天我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除了大刘老师那种很高，就是这种硬核的高难度的科幻、高门槛的科幻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写一种怎么样的科幻的叙事。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在聊了第一章之后啊，大家可能觉得确实挺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这种感觉，就是写日记，对，
但是如果故事只停留在这种动人的地域风情和家庭伦理的层面呢，而且还是写的成功的前提下，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乡土文学或者现实主义小说。但是这个现实主义小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它特别难。现实在文学里面，我感觉它是一个最牛的一个评价，就是不是我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现实。我觉得现实主义，尤其我最近又在看很多文学史方面的这个书籍，我觉得现实可能是我中期我自己的创作生涯一生都想去抵达的一个东西，一个存在。但是当我们现在的议题是科幻的题材的时候，或许我们拥有的这些真实的内核，它还无法接近科幻。所以说，从椰林到星辰的跨越，它需要一座很坚实的阶梯，那就是